我的 Switch 是最古老的首发版，我们相伴快4年了。最近一直传言任天堂要发布新的 Switch， 这让我考虑要不要趁着新机还没出，把它卖个好价钱换新产品。不过看完 OLED Switch 的发布会，这升级了个寂寞，我觉得还是留下它吧。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Switch。2017年 Switch 首次发售，一款售价$300的游戏主机，通过可拆卸的手柄可以实现模式的切换，既可以是放在客厅的主机，也可以是轻松随身携带的掌机。这样新颖的设计，完美的呈现了任天堂用旧科技创新的理念。也因此 ，Switch 自发售以来一直就引起人们的热议。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硕士，每天都有令人头秃的作业考试，还有写不完的论文和做不完的实验，也没有什么钱。但即使如此，就是因为它这样新颖的设计，我还是连带着《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以及玩 To Switch 把首发版给带回了家。我喜欢 Switch， 也喜欢玩 Switch 的游戏。在家的时候，我会把 Switch 放在底座上，通过电视来玩游戏。那外出的时候，我也会把 Switch 从底座上拿下来，在公交或者火车上用它自带的屏幕以及可拆卸的手柄玩游戏。我又接着买了 Pro 的手柄，当然也买了更多的游戏，有 NBA 2K 系列，有口袋妖怪系列，有动森，有马里奥等等等等。Switch 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个白天和黑夜，有时候我可以在海拉尔大陆上驰骋，又有时候我可以在一个小岛上悠闲度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业了，也工作了。如果下班后时间有限，那我就可以和全世界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们一起打上几分钟的比赛。周末如果时间多一些，我则会化身成精灵球达人，捕捉和收集自己最喜欢的口袋妖怪。如果有朋友来家里了，那 Just Dance 和马里奥派对一定是不容错过的选择。那时候我最期盼的就是希望各大游戏厂商可以继续多在 Switch 这个平台上多开发一些他们各自最知名的游戏系列，哪怕是炒炒冷饭也没有关系啊！我不是说你啊，卡普空。去年，也就是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在更多的时间都只能宅在家里。但是动森里美丽的景色缓解了我对户外的思念，也因为岛上这些小动物小伙伴们的鼓励和温暖的话语，让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孤单。虽然 Switch 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印象，虽然玩 Switch 的游戏是那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我还是发现，作为一台游戏设备，它还是存在着那么些的不足。首先，在作为一个便携游戏设备时，它本身却无法提供对蓝牙耳机的支持，这点其实让我挺抓狂的。因为我玩游戏的时候喜欢开着声音，但是在外出时你又不希望打扰到别人。这时候每当我掏出 AirPods 时，我就会发现啊 ，Switch 它不支持蓝牙耳机，然后这时候就只能默默地把声音关掉玩游戏。虽然不爽，但倒是有了一点在读书时候偷偷在课桌下玩游戏的感觉了。爽！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倒也不能完全怪 Switch 或者任天堂，毕竟它还是保留了3.5毫米耳机接口，只能说这是苹果的锅吧。自从它发布了 AirPods 之后，就改变了整个行业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让无线耳机变得平常，而有线耳机反而变成了一件稀罕物了。其次是电池寿命短，我的首发版充满电满打满算也就只能玩大概3个小时不到的荒野之息，这样的续航其实是和任天堂自己出品的 3DS XL 相比，也是一个比较令人沮丧的结果。3DS XL 的电池续航大约能够支持6个小时的游戏时间，还有就是它的屏幕效果确实是不怎么样，6.2英寸的 LED 触摸屏，画质实在是称不上突出，而且如果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玩，眩光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最后就是作为掌机的便携性 ，Switch 加上手柄重量差不多达到了400克，想想在手里拿这块砖玩游戏还是挺吃力的，至少我自己玩了一会儿之后，手腕就能明显感觉到有点酸了。以上的这些不足都是 Switch 作为掌机时存在的，作为一个90%时间都把它放在家里，作为一个家用主机来用的玩家来说，其实我倒也没有那么介意这些不足。不过，如果你把它作为家用机，其实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和更早几年推出的家用主机，比如说 PS4 和 Xbox 相比，它的性能也是平平。我想这也会潜在的导致一些第三方游戏大作的新作品很难出现，或者说是
很难以100%的效果或者画质出现在 Switch 这个平台上，这一点真的是有点可惜。也因为性能上的这个槽点，网上渐渐就开始了有关于 Switch Pro 的留言。我本人对于 Switch 的这些留言和新闻我一直爱看，但是可能和大部分的网友或者玩家们不同的是，这些新闻我看过就过去了，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或者说把它当真。伴随着这些留言，任天堂其实也一直有新动作。19年的下半年，任天堂推出了 Switch 的续航增强版，把续航时间提高了60%，算是勉强解决了续航不足的这个痛点。以及最近，也就是今年7月份发布的 OLED Switch。关于这次更新，我就拿2张图来总结一下吧。新版的 OLED Switch 改进了屏幕的质量和尺寸，从6.2英寸的 LED 屏幕改进到了7.0英寸的 OLED 屏幕，但是分辨率没有变化。机器自带的存储空间从本来的32GB 到了64GB，多了一个网线的接口，机身后盖的支架变得更加的坚固，而且有任意角度可供玩家们自己选择。机身本体变得略大也略重了一点。那除了这些，硬件上就没有别的更多的变化了。这次更新算是稍微改进了一点点屏幕质量和显示效果上的痛点，但是对于许多资深玩家们翘首以盼的性能上的改进，则是完全没有变化。很多玩家们对于这样的更新当然是不买账，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任天堂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要做出这样一次令很多人都会不开心的一个更新呢？那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我对这次更新的理解。首先，虽然进入2021年以来，网上玩家们对于 Switch Pro 的呼声非常高，但 Switch 作为一个进入到自己生命周期中的第4年，销量却依然还在节节攀升的主机。无论你说这个销量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或者一些别的原因带来的，我觉得不用说任天堂，换作是其他任何一家游戏公司，他们都绝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来推出一个全新的硬件，因为完全没有需要。只有当主机的销量开始走下坡路了，人们渐渐的开始对 Switch 不感兴趣了，这才是推出一个拥有全新芯片的新硬件的最佳时机。所以任天堂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么一款新机器，我觉得一方面他们是想通过硬件来赚取更多的利润，因为这次 OLED 版的 Switch 售价会比之前的版本要贵上$50。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任天堂希望给想要新入坑的玩家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入坑时机和入坑体验。说了这么多，我也想讲讲我对这新机型的购买建议。那如果你还没有购买 Switch， 是一个最近打算新入坑的玩家，那我觉得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了，这就是一个任天堂提供给你的非常好的入坑时机。如果你是一个大部分时间把 Switch 作为掌机来玩，并且很多时候会使用到它的桌面模式，也就是把手柄拆下来，把 Switch 本身作为显示器的那个模式，那我觉得这次的新机型还是非常值得你购买的。因为它这次的主要更新就是改变了屏幕的显示和尺寸，并且有更加牢固的后盖支撑。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桌面模式的玩家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更新和改进。那另一种情况就是你和我一样已经有了一台 Switch，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玩 Switch， 那我觉得这次更新就完全没有购买的必要了，因为在家用机模式上它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而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它多了一个白色的配色。有一说一，这个白色配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所以你如果对颜值上有任何的要求，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换机的机会。随着过去几十年科技爆炸式的进步，我们每年都能看到科技厂商们给出的眼花缭乱的硬件升级。我忽然也有些珍惜像任天堂这样的稍显不同的厂商的存在。从1989年任天堂推出 Game Boy 开始，他们就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信条 Old hardware used differently， 旧科技新思路。他们就像一个个古老的匠人，无论世界如何喧哗，他们都能沉下心来，在自己的1亩3分地精耕细作，用自己的创意和激情孕育出耀目的给用户不凡体验的产品。所以我回头再看看自己手上的 Nintendo Switch， 我真的那么在意它的硬件是否升级吗？似乎现在的它完全没有局限提供我陪伴和快乐。看完 OLED Switch 发布会，手上的它更香了，也许还能再战到 Switch Pro 的发布。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请记得订阅、转发、评论和一键3连。我是小天，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